在赵国的边界处，隐藏着一处神秘而可怖的地方。400年来，这片地狱被一处巨大的黑色泥坑所主宰，它散发着阵阵刺鼻的味道。凡人无者提及，此地面色大变，即便修真者也对其感到极度恐惧。这黑泥潭深不见底，仅有个别几人知晓其深度。每隔100年，潭中会爆发一次，其声势惊人。平时，此地被视为禁区，任何生物一旦接近，都会被强大的吸力吸扯进泥坑，成为灰雾笼罩的区域内的一部分。这片区域被称为黑泥潭，是近400年来赵国的第一险地。在潭的最深处，一副黑金棺材横临其中，四周是无数白骨，是400年来被吸入的落难者。这是藤一的修炼之地，是他的修为之所。藤一，藤家的传奇人物，非藤化元的晚辈，而是他的族弟。在整个藤家和新族人中，他是唯一一个在400年来始终霸占藤一称号的存在。王林距离黑泥潭千里之外，已感知到此地的异样。他停下文兽，独自飞向黑泥潭。在他接近的瞬间，潭中的黑金棺材中突然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掌，一位骷髅般的男子慢慢从棺材中坐起。这位黑色身影几乎全身漆黑，皮包骨，看起来令人生畏。在他的眼中闪烁着幽光，他缓缓抬头。与此同时，王林已经飞到黑泥潭上空。王林神色凝重，劲帆飘动，目光锁定黑泥潭，红芒一闪，极尽神识迅速沉入黑泥之中。身处黑泥潭的棺材内，那名骨瘦男子目中幽光大放，红色闪电在泥中穿梭。他伸出骨瘦的右手，轻轻一触，红色闪电瞬间砰的一声消失，男子的手指出现裂缝。男子添了添嘴角，眼中战意显露，站起身，红色闪电陆续落下，但每一次都被男子轻松挡开。最终，他的整只右手已经出现层层裂缝。他看了一眼，手一挥，裂缝化为碎末。此时，王林感到不对劲，他感知到极尽神识的闪电被男子以右手碎灭。王林难掩震惊。虽然此人修为未达化神期，却能轻松挡下极尽神识，让王林难以置信。骨瘦男子冲出泥潭，王林毫不犹豫，劲帆展开，90多道劲气如黑龙般冲向泥潭。男子对劲气视若无睹，纹丝不动，虽然身上出现裂痕，却不受影响。王林收回劲气，准备再次攻击，却发现骨瘦男子已消失。王林后退时，衣袖被撕裂，骨瘦男子却抓住一片衣角。王林警觉，目光阴沉，再次释放劲气。骨瘦男子神情迷茫，不避不让，裂痕更多。王林不等劲气消失，再次唤出同等数量的劲气，同时极尽神识化作的闪电肆意飞散。那名骨瘦如柴的男子一动不动，只是每当极尽神识冲向他时，他便会伸出左手与之碰触。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身上的裂纹越来越多，他的左手在极尽神识的攻击下已经出现了粉碎的痕迹。这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斗。王林在战斗上的经验好像是非常丰富，但如此诡奇的一场对战却是他首次经历。那个家伙竟然纹丝不动，对着法宝不躲不闪。不过也太拼了吧，连王林都觉得有点吃不消。极尽神识用多了，对元婴的损耗可不是闹着玩的。王林机智地闪到了远处，拿出一瓶灵力补给，准备迅速养精蓄锐。可就在这时，那瘦骨嶙峋的家伙突然抬头，再次发动了攻势。王林吓得汗毛都竖起来，慌忙消耗丹药，同时拔出古朴剑鞘，迅速施展飞剑攻击。然而对方竟是毫无躲避，硬抗剑气轰击，最终骨骼开始崩裂。就在王林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那家伙居然以一种诡异的法术凝住了自己的身体，整个人在金光中一闪，瞬间完好如初。王林简直要目瞪口呆，但对方的目光却充满战意，握拳冲向他。王林慌忙后退，却发现周围灵力被神秘力量抽控，仿佛被禁锢。这下他可吃大亏，速度受限，情势急转直下。王林紧急使用青铜古镜，可是这次青光居然对对方毫无效果。对方的拳头轰然击中古镜，裂缝四起，而古镜内射出的光亮却使周围的束缚稍微有所松懈。王林立即把握机会，急速脱困而出。然而他的心情颇为沉重，不禁低声咒骂：真是狠，算计得好。青铜古镜一挥，爆炸成一团强大的风暴，周围一片混乱。爆炸带来的风暴清扫四方，那骨瘦男子喷出一口精血，整个人瞬间衰弱，焦急地朝血液飞去，似乎要将这口精血吞回体内。在黑泥潭的深处，一场激战正在悄然上演。王林毫不犹豫地迎向骨瘦男子，眼中闪烁着坚毅之光。这金色血液的奇异让整个场面充满了神秘感。骨瘦男子见状迅速反应，瞬间抓住血液。王林也毫不示弱，大手虚抓，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血液分为两半，飞向二人。骨瘦男子一口吞下金色血液，眼中幽光闪烁，凶狠地朝着王林冲来。王林紧握血液，迅速后退，巧妙地绕过黑泥潭四周，心中隐隐有所领悟。尽管他对这金色血液不甚了解，但在古神图司的记忆中似乎有过类似的经历。这血液并非尽善尽美，仅仅与古神之血相似，或者说微含古神之力。
古兽男子的攻击几乎全靠肉体，不见法术波动，只是单纯的蛮力。王林敏锐地观察到对方对法术的迷茫，似乎在模仿古神有一种独特的功法影响。藤一修炼的神通源自通天塔的使者，炼体之后，神石与石海融于骨骼中，使得极境神石失去致命威能。王林深思熟虑，看向手中的金色血液，心头渐次有所领悟。古兽男子的攻击模式不是傀儡，而是在模仿古神，这令王林心生寒意。他迅速催动储物袋，释放出2具元婴期傀儡。王林灌注2滴血液，傀儡瞬间焕发红芒，奋力扑向古兽男子，展开激烈对抗。古兽男子眼中幽光一闪，一拳轰在一具傀儡胸口，傀儡瞬间破碎，但这也为王林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王林见同伴傀儡勇敢冲向古兽男子，决定抓住机会施展神通。他停下脚步，投掷金色血液，口中念古神之语咒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催动法术。这位博学的修真者在脑海中拥有许多关于古神的法术，但多数需要古神力的传承。此刻他选择了一种无需古神之力，只需血液的神通。金色血液翻滚，白色气体涌出，迅速压缩，最终形成一个古老的符号。随着咒语的诵念，符号在天空中出现，引发一片昏暗，云层消失，一道金光降临，一个由灵力组成的巨大身影显现。这身影高耸入云，巨人凝聚后，大部分赵国的灵脉变为普通山峰，灵力涌动。由于血液不足，巨人虚影只能保持虚幻状态。王林付出巨大努力，额头冒汗，紫色星点闪烁。他艰难地向古兽男子指去，虚影点头挥手，古兽男子迅速远离，不见变化。王林的神识中对应古兽男子的光点暗淡，随后一滴金色血液从古兽男子原地浮现，飞入王林手中。虚影点头示意后缓缓离去，同时血液符号渐渐散去。整个赵国内元婴修士纷纷察觉到异常，正在飞行的普男子立刻停下，神识一扫，震惊异常。通天塔中的中年人也惊异地睁开眼，认定这是巨魔族通天之术。王林小心收起金色血液，坐下运转古神诀，消化丹药。身旁傀儡保护着他。1天后，他睁开双眼，深呼吸。施展古神神通耗费巨大，但他有足够丹药，1天内就能恢复。傀儡损伤后可自修复，按照玉简上描述，他将其储藏。复杂的目光投向古兽男子的消失地，藤家族的强大超出预期。王林准备施展天劫细丝，但不愿轻易使用，因为这是对抗通天塔上级使者的最后手段，若启用，复仇计划可能中断。此时天劫细丝未出，却得到了1滴古神血液，尽管不纯，但足以施展1次古神神通，成为王林的生命救赎。王林决定处理完藤家事务后，寻找地方加强进番的禁制，使其达到小成境界，避免今日连续打击的情况再次发生。第一次，王林感叹法宝匮乏。青铜古镜爆炸后，除了镜番和神秘剑鞘外，只有一把需重新祭炼的飞剑，其他法宝只在特定场合使用，如驱兽圈和神秘画轴。画轴散发古怪氛围，直觉告诉王林不可轻举。面对法宝匮乏，王林深思熟虑，从怀里取出3个储物袋，以应对这次的法宝危机。他认识到极境神石并非无敌，法宝在战斗中显得至关重要。尽管他希望将极境修炼到巅峰，但这任务太过困难，因此法宝成为他当前的重中之重。王林深吸口气，镜番展开黑幕，2个魔头守护周围，为法宝的获取开始了新的计划。犹豫片刻，王林决定不换出傀儡，因为之前傀儡已受伤，不适合防守。他拿起谷地的储物袋，上面刻着蓝字，体现着古老的痕迹。王林静默片刻，身体内的灵力威压散发，元婴分身睁开双眼，灵力从王林身上释放。王林凝神，右手慢慢抹向储物袋，但感觉到强烈的阻力。他意识到谷地并未真正死去。王林毅然按下手，不断在储物袋上抹动，每次减少1丝谷地的神识，但同时承受着越来越强烈的灵力反震。半炷香后，王林已汗流浃背，连续服下丹药后，储物袋散发白光，最终消失。王林松了口气，兴奋地打开谷地的储物袋，却发现那里除了2块灵石外，只有1把古朴剑鞘。王林拿出自己的剑鞘，发现2者相同，只是符号不一样。犹豫片刻，比较2者时，剑鞘上的符号突然闪烁，让王林有一种剑鞘内蕴含秘密的感觉。他将2者收起，将谷地的储物袋化为碎末。王林叹了口气，辛苦打开的储物袋只有这个古怪的东西，让他颇为无奈。他看向其他2个储物袋，一个得自火焚国战神殿的神秘尸骸，另一个装有上古修士的法器。王林对这些法器威力不满，拿起法器储物袋查看，发现依旧无法打开这些防御光圈。此刻的王林有些无奈，感觉就像看到了宝山却无法获取一般。王林叹了口气，拿起最后1个储物袋，感觉到一阻力，二话不说，催动灵力和神识，试图打开。但在接触储物袋瞬间，他的意识突然穿越到熟悉的修魔海，见到一个神秘青年飞行，速度之快让王林震惊。青年停下来，宣告追捕，让王林心生危机。回到现实后，
亡灵面对即将苏醒的火焚国的那具干尸，感到无法逃脱。亡灵认出所在之地是修魔海，决定归还储物袋也无济于事，对方杀机浓厚。亡灵为消除神识，加大力度抹去，但速度太慢，需要几百年。亡灵思索片刻，决定暂时收起储物袋，注视着藤家城的方向，表情冷漠。他对藤化元表示自己的到来，藤家城内的族人纷纷聚集，感到安全。藤化元知晓亡灵已赶来，整个藤家城陷入恐慌，因为城内被禁止出城。谣传关于杀戮藤家族人的神秘人的传闻四处流传，让藤家族人感到忐忑不安。在这混乱中，有几个版本的传闻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虽然藤化元试图制止谣传，但在危机时刻，这些流言怎么可能被人力所阻止呢？渐渐的，藤家族人的恐慌情绪越来越强烈。清晨阳光明媚，万里无云。这一天是藤家杀戮的第9天，所有赵国拥有藤家血脉的人，活下来的都聚集在藤家城。这一天将成为藤家的血腥之日，灭族之日。数百年后，提及这一日，赵国的修士们依然心神震动，为之色变。整个藤家城内的鲜血几乎淹没了大地。这一天将改变整个赵国的格局，成为赵国血流成河的日子。在这一天，亡灵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那白发飘飘的冷峻身影，让修士们心生畏惧。这一天，亡灵取代了普男子，成为赵国第一人。无数赵国老一代修士在这一天损落。清晨，亡灵踩着文兽缓缓飞来，身后的尸体虽然有些腐烂，但头颅保存完好，因为亡灵承诺要建立藤家人头塔。亡灵飞行速度并不算很快，他俯瞰着远处的藤家城，内心充满了肃杀和感慨。400年前被藤化元逼的身体自爆，差点就命丧黄泉。现在400年后，他再次回归，怀着滔天的杀机和血海仇恨。这一天，他等待了整整400年。在藤家城万里之外的空地上，亡灵冷冷地望着藤家城，从文兽嘴里摘下龙筋，解绑尸体，然后冷漠地砍下无数人头。这些头颅被整齐地摆在地上，他的动作干净利落，神态冷冰冰，毫不留情。随着人头不断增多，一股浓厚的怨气弥漫开来，四周阴风阵阵，天空也变得暗淡。一个巨大的人头塔缓缓升起，完全由藤家人头构建而成，让任何人看了都感到毛骨悚然。最后一个人头放在塔尖，亡灵将这高塔带着1000人头，慢慢地走进藤家城的万里禁制阵法内。藤化元，王某来了，今天这里不会有任何幸存者，不死不休。充满无尽恨意的声音在整个藤家城响起，瞬间城池陷入前所未有的寂静，但很快被惊恐的尖叫声所取代。几乎同时，一些藤家族人的高手发现了前进的人头塔，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座塔，恐惧之气迅速蔓延。藤化元阴沉着脸站在城池上，身边4人是藤家最后一批元婴修士。在他一指下，4人瞬间消失，在出现时已经在亡灵身前100丈之外，纷纷拿出各种法宝。亡灵的复仇之路已经进入最终阶段，400年的积怨让他内心冷静，但眼中却闪烁着一丝疯狂。今日，他决定将所有怨气一次性爆发，化身为一个疯狂的嗜血杀人者。在4名元婴期修士出现的瞬间，亡灵的极境神识迅速动作，红色闪电中，4人尚未展开法宝，便被极境神识化作的牢笼困住。亡灵毫不犹豫地冲入牢笼，手起刀落，第一个人的人头被踢向人头塔。人头塔再多一头，鲜血如喷泉般从半空中洒下，尸身血液洒满了大地。亡灵转身，手中飞剑一闪，又一个人头落地。人头塔再多一头，整个过程极快，4人已经成为过去，剩下的2人在极境牢笼下毫无反抗之力。亡灵大声喊出充满仇恨的杀字，极境神识牢笼收缩如铁网一般切割2人，鲜血与碎肉从天而降，但在亡灵的精心操作下，这2人的人头仍然完好无损。人头塔再多2头，连杀4人后，亡灵挺拔的身姿仰望着藤家城上的藤化元，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微笑。他终于走到了复仇之巅，仇恨和杀意交织，展现出无法阻挡的恐怖力量。藤化元见到亡灵微笑时，心头升起寒意。4位元婴修士竟然轻松被亡灵击败，让藤化元不禁质疑这个人到底达到了何等的修为。藤化元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四周的禁制阵法不是别人设置的，而是眼前这个索命的煞星。亡灵的声音充满了仇恨，但神态却越发平静，甚至还露出了笑容。亡灵随手一抓，数十人飘离藤家城，男女修士凡人都在其中。亡灵握紧手中的魂幡，上千魂魄带着凄惨的哀嚎从旗帜中涌出，形成一座人头塔，再多19头。藤化元释放出金色旗帜，化为巨大骷髅向亡灵袭来。亡灵轻松取出魂幡，上千魂魄哀嚎着飘向对方。亡灵提到藤化元逼他以族魂为代价的事，这次他以藤家族人的生命还债，而亡灵却毫不心痛。藤化元试图以怪风切断法术，但亡灵嘴角露出讥讽之色，极尽神识红色闪电一闪，怪风顿时消散。亡灵再次一抓，上百藤家族人的身体爆开，血肉如花簇落。藤家城内的族人无法承受连续打击，剑光从城内飞出，四散奔逃。
亡灵嘴角露出残忍微笑，上千魂魄散开，吞噬昔日的族人，为他的怨恨埋下更深的仇恨之种。藤化元手持金色旗帜，骷髅分裂成千百份，吞噬魂魄。他心如刀割，亲手杀死族人，令他心灵受创。亡灵如闪电般移动，迅速结束了藤家族人的生命。他出现在一个年轻族人身旁，结束了他的生命。藤家族人失去了与藤姓的所有联系。亡灵的目标是清晰的，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藤姓，都是他眼中的敌人。他冷漠地结束了一个少女的生命，无情而高效。藤化元怒吼，但他总是比亡灵慢上一步，每次都只能眼睁睁看着族人离世。藤化元见到远处亡灵时，心头几欲崩溃。亡灵的身旁是一个年轻少年，藤化元的第7代长孙。他发狂地奔向亡灵，但无法阻止他的杀戮。亡灵无情地结束了长孙的生命，留下一阵痛苦的呼嚎。亡灵出现在100丈之外，冷漠地提及藤化元对族人的屠戮。他无情地拍死了一个逃散的中年藤姓族人，回应藤化元的痛苦。藤化元愤怒地面对亡灵，声嘶力竭地宣称自己屠戮王家的原因是为了报复亡灵杀害了他的玄孙藤利。亡灵冷酷而坚决，而藤化元的心灵则深受折磨。难道世上只让藤家你们杀人，别人却不能反击吗？亡灵冷笑着，一挥手，从储物袋中飞出了10几把飞剑，每一把飞剑都横扫过去，每一把飞剑下都有人丧命，都是藤家的人。藤化元狠狠握紧了拳头，他挥动手中的金色旗帜，骷髅兵瞬间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向着亡灵冲去。亡灵抖动着手中的劲幡，黑暗如毛巾一般在空中摊开，将那些骷髅包裹其中。他眼神闪烁，问藤化元：“藤化元，你那天怎么知道我家乡在哪儿的？”藤化元的面部肌肉抽搐，看着亡灵，眼中充满了深深的恨意。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亡灵的脸色变得阴沉，他挥了挥手，一瞬间90多道劲风封印从黑暗中飞出，落下的一刻，几百名藤家族人纷纷在惨叫中倒下，生命流逝。说还是不说？亡灵的声音中充满了冷酷。藤化元一拍储物袋，飞出一把大剑，剑光闪耀，他以舌尖自残，血液催动大剑，但亡灵巧妙运用神识，闪电般包裹大剑，最终令其破碎。亡灵灵活运用储物袋，释放多个藤家元婴，迅速吞噬元婴精气。藤化元目睹大剑湮灭，感慨颇深，愈发显得苍老。亡灵催动魔头，兴奋咆哮，对藤家族人展开攻击，数人不幸丧生。冰冷的声音问责藤化元，后者陷入沉默。说不说？亡灵的冷漠声音迫使藤化元深吸口气，闭双眼。亡灵不屑一顾，施展禁制，逐渐缩小藤家城外的禁制范围。在边缘逃窜的藤家族人目睹着收缩的禁制，他们面临着绝望的选择。一些人选择彻底放弃，放下武器，无力地等待命运的降临，而另一些人却燃起了内心的愤怒，眼中通红，毫不顾忌地拿出法宝，像飞蛾扑火一般冲向亡灵。然而这些奋不顾身的族人进入千里范围内，却被天空降下的劲气瞬间摧毁，如雨的血雾洒落大地，族人的惨叫声回荡在空气中。藤化元试图反抗，但就连上级修真国赠送的法宝也无济于事，他的容颜再次苍老，成为一个无法保护族人的老人。我说，藤化元的双眼充满深深的恨意，望着亡灵，他字字道破：既然我藤家遭遇此劫，那么谁也别想逃脱。当年是缥缈宗的高启明以神算之术帮我找到你王家所在，去找他吧，他如今是缥缈宗的第一始祖，整个缥缈宗都听他的话，一言堂。亡灵紧紧盯着藤化元，无论真伪，高启明这个名字他铭记于心。突然亡灵目光一动，望向远处，杀机一闪，右手挥动，禁制加速收缩，万里之外的修士在瞬间死亡，他们的人头飞向一个人头塔。随着时间推移，这人头塔越来越高，最终高耸入云，标志着藤家全族除了藤化元外全部灭亡。地面上血流成河，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血腥气息。藤化元呆望着这血海，突然放声狂笑，笑声中夹杂着无情的悲哀，他眼角滚落2行血泪。亡灵默默地注视着藤化元，片刻之后，藤化元深吸口气，仰天长叹，声音中充满了沧桑和悲愤。好，你我王藤两家所有仇恨从此勾销，我杀你的全族，你灭我王家的血脉，因果循环，真是因果循环。亡灵，出手吧！亡灵抬起右手，指尖闪烁着金芒，身上灵力涌动，凝聚在指尖。然而正当亡灵准备出手时，一声震天的喝止从天际传来：住手！普男子的声音让藤化元欣喜若狂，他知道自己有望活命，眼中闪过深深的杀机。藤化元急切地希望活下来，不想轻易死去。他心中立誓，一定要达到化神期，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存活，他发誓要残忍地报复亡灵，以血海血仇还击今日之辱。然而他高估了普男子的能力，也低估了亡灵的实力。早在普男子身处数万里时，亡灵已经察觉到他的存在。在普男子现身的瞬间，亡灵手中的金芒迅速射出，精准地击中藤化元的眉心，终结了他的生命。
果真如滕化元所言，从此以后，王滕两家的恩怨一笔勾销，滕家的血脉在这一刻彻底消失，断绝在世间。普男子迅速来到，眼前是鲜血和肉块，以及刚刚还流露出求生欲望的滕化元的尸体。他目光投向高耸入云的人头塔，一股寒意油然而起。毫不犹豫，他双手掐诀，从储物袋内飞出青红二光。王林面不改色，淡定地盯着普男子，轻松地说：“你来的有点晚。”普男子瞪大眼睛，突然惊呆了，连忙细看了几眼，惊叹道：“你可是当年衡岳派的弟子啊！”王林瞥了一眼普男子，二话不说释放了极尽神识。然而在攻击普男子的瞬间，青红两光在其身前凭空形成了一道防护。虽然王林的神识攻击重重，但青红二光坚挺异常，虽稍有暗淡，却稳稳抵挡住了。普男子面色变幻，二话不说，咬破舌尖，将鲜血喷洒在青红二光上，指着王林喝道：“去！”青红二光速度惊人，四周空间裂缝被撕裂。王林右手挥动镜幡内的劲气，化作巨龙阻挡，但青红二光品质极高，虽受阻，但冲势仍不减。王林再次释放极尽神识，化为闪电袭向普男子。危急关头，一只大手探出虚空，轻捏闪电，却也颤抖了一下，传来轻微的哼声。接着，一个身穿华服、微胖的中年人出现在普男子身前，目光掠过王林，露出狂喜之色，说：“原来是你。”说着，他召回青红二光。普男子松了口气，恭敬地弯腰参见使者大人。虽然松了口气，但他对红色闪电的法宝仍感到不解和恐惧。中年男子神秘兮兮地说：“你居然没死，400年修为如此高强，交出天逆珠子，我免你一死，成为赵国第一人，怎么样？”王林面色不变，此人正是通天塔的4级修真国使者。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回荡在天空，金色光芒璀璨如星，一座巨大的金光巨人傲然降临，横扫而下。这一瞬间，整个赵国大地为之颤动，被金芒笼罩的天地间，万物生灵仿佛沐浴在金色光辉之下。尽管王林面色不变，但体内灵力却骤然耗尽。他费力地伸手一指，指向中年男子。金光巨人点头，目光扫视，轻轻挥手。中年男子面色骤变，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他迅速抓住身边的普男子，将其置于身前。普男子瞬间化为飞灰，连同中年男子的右手也在瞬间消散。中年男子痛哼，苍白的面色迅速后退，左手撕开储物袋，拿出一枚玉简，毫不犹豫地捏碎，白光闪过，将中年男子包裹，瞬间消失。巨人在天空逐渐散去，王林颤抖着身体，迅速服下丹药，神识迅速扩散，寻找中年男子的踪迹。然而，经过一番搜索，王林皱眉，中年男子的气息已然在赵国消失得无影无踪。王林大仇已得报，